沙加缅度消息，多场冬季风暴袭击加州，从7号晚上开始，加州又遭遇新一轮冬季风暴侵袭。加州政府部门表示，截至到昨天，与冬季风暴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人。国家气象局警告，由于加州自上月底以来连续遭遇暴风雨天气，河流水位大幅上涨。目前，加州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加州部分地区都已发布洪水警告。在加州北部圣克鲁斯沿海地区，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没了街道，并冲毁了部分公路。当地政府部门疏散了32000民众。针对极端天气，联邦政府昨天批准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告，未来几天内，加州还将迎来新一轮的灾害性天气，届时大部分地区将遭遇强风以及强降雨天气，西海岸可能出现巨浪，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雪。华盛顿消息，国会众议院昨天以220票赞成、2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新议事规则。据报道，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中，有220人投赞成票，1人投反对票，1人弃权，而全部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是对共和党议员团结的首次考验。新规则将给予共和党右翼强硬派更多的谈判筹码，大大约束议长麦卡锡的主导权。据介绍，众议院议事规定的关键改变包括只需1名议员就能启动免除现任议长的程序。其他改革还包括了对联邦支出法案施加新的限制，这些措施恐将局限麦卡锡与总统拜登就政府资金方案的谈判能力。芝加哥消息，上周末以来，全美多地枪击事件频发。伊利诺州芝加哥市发生多起枪击案，导致10人受伤，1人死亡。伤者中包括3名14岁至15岁的青少年。佛州坦帕市发生了5起枪击案，导致3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伤者中包含多名儿童。上周日晚上，内华达州雷诺市警方与持枪人员发生枪战，导致1名警员受伤，1名嫌疑人被击毙，另有1名嫌疑人中枪后被送往医院。此外，昨天凌晨，密西西比州琼斯镇的一处公寓楼内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名儿童死亡。纽约消息，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今天表示，将加入其他州的行列，禁止在州政府拥有和管理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籍新泽西州州长莫菲说，除了禁止州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外，还禁用来自华为、海康威视、腾讯、中兴通讯和俄国卡巴斯基实验室等10多家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莫菲在声明中说，加强网络安全对于保护本州的整体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我们今天实施的预防措施将确保新泽西州政府管理的资讯资产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共和党籍俄亥俄州州长迪怀恩也在他担任州长第2个任期的第1天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